之前不是说过林赛福的女儿意外身亡了吗？她叫慧君，是个患有轻度智力障碍的女孩，在整个学校里只有小童愿意和她做朋友。可就在1年前，也就是慧君生日这天，以安吉为首的校霸4人组以给她庆生为由，把她顶到了教学楼的天台上，并拿出一顶用带刺玫瑰做成的王冠，强行扣在了她头上。可即便扎得满脸是血，依旧满足不了几人。他们又把慧君的头发剪掉，放进水瓶中搅拌均匀，连续逼着她喝了满满2大瓶，接着一拳怼在她肚子上，把喝进去的碎发又吐了出来，并且还全程用手机录制像。但这还不是最气人的，因为慧君平时喜欢救助一些小动物，而他们就拿着慧君养的那只受伤鸽子威胁她，说如果不站上楼顶的天窗，就把鸽子活活摔死。可天窗实在太高了，并且早就已经风化开裂，慧君根本就不敢靠近。而就在他们拉扯的时候，听到消息的小童赶了过来，看到唯一的朋友被欺负得这么惨，他直接从书包里掏出一把剪刀，准备冲上去和他们拼命。可这时李涵也赶了过来。那来个电话。报警干什么？你在什么地方？走。此刻的慧君彻底绝望了，看着鸽子马上就要掉下去，他只好听话的站上了天窗。结果可想而知，老化的玻璃应声破碎，慧君直接摔了下去，这下玩出了人命，吓得4人组落荒而逃。小熊录像的手机也留在了楼顶，这是本片最大的伏笔。而这部手机后来被林赛福看到，所以他才是杀害4人组的真凶。但为什么又要绑架方老师呢？原来慧君坠落的时候，方老师刚好在下面讲课，可讽刺的是，他前一秒还在教学生们要为众生着想，下一秒看到慧君以及上面的凶手后，却没有选择报警，也没有叫救护车，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慧君在血泊中一点点停止了呼吸。林赛福赶到的时候，慧君的身体都已经凉了。从那天起，林赛福的整个世界就塌了。他不相信女儿是自杀的，于是开始四处寻找真相，可在学校门口发传单喊冤，根本没人搭理他。找校长调天台的监控，却告诉他监控早就坏了。找方老师了解情况，方老师劝他放下过去，好好生活。去警局报案，校长也早就和局长打过招呼，警察只是敷衍了几句，就把他赶了出来。所有人都选择了沉默，所有人都成了罪恶的帮凶。直到3个月前，林赛福去学校收拾慧君的遗物，在储物柜里发现了小晴的那部手机，这才得知了女儿去世的真相。但此刻他也已经明白，这个世界根本给不了他公道，所以精心策划了这场复仇。而现在就剩下一个方老师了。你为什么要说慧君是自杀的？我们曾经那么相信你。我只是个人，慧君已死了，跟那几个女孩还有得救。不是人，他们是恶魔，他们就该死啊！我女儿回不来了，你为什么不能救救她？她回不来了，你知道吗？她回不来了，我们这么相信你啊！你说呀！我女儿呢？方老师，方老师，藏在哪里？你把我女儿藏在哪里？你女儿再也回不来了。是你女儿的，又不是我们。把你女儿埋在花圃里了。听到花圃2个字，李涵的身体猛地一颤，因为在他家楼顶的花圃里藏着一个只有他和小童才知道的秘密。也就是说，现在林赛福也知道了这个秘密，所以现在不管小童是死是活，他都必须得先弄死林赛福。可费尽了9牛2虎之力，就在即将得手的时候，老戴带着警队赶了过来。最终林赛福承认了自己就是杀害学生的凶手，并将埋尸地点说了出来。3名校霸被他埋在了古堡附近的树林里，而小童则被埋在了李涵家的花圃里。可当警察挖开花圃之后，找到的却是一具已经腐烂了5年的男性尸骨。经过 DNA 比对，发现这竟然是李涵在外打工的丈夫。而事情发展到这儿，李涵也只能说出自己的秘密。原来就在5年前的一天夜里，他加班到很晚才回家，结果刚进门就看到了让他永生难忘的一幕。当时只有7岁的小童站在浴室里，下身流着血，头上还套着一个男士内裤，而
而旁边站着的是提前出差回来的禽兽丈夫，不用想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更让李涵崩溃的是，还不等她找丈夫算账，丈夫就反咬一口，说她穿成这样根本不像是去上班，更像去跟别的男人约会。说完就一把将李涵推倒在地，拿出水杯洒在她头上，接着又强行把她扔出了家门。让我进去。钥匙在这儿，拿钥匙开门。对不起，我错了。徐妈在猫眼里看到了一切，可她只是犹豫了一下，就退回屋里，选择了沉默。李涵在楼下找到了钥匙，同时还在地上看到一把砍刀。为了不让丈夫再伤害女儿，最终她选择了和丈夫拼命，并成功将他杀害，埋在了楼顶的花圃里。至此，案件就剩下了最后一点，那就是小童到底被林赛福弄去了哪里。而面对审问，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自由。这时，校巴私人所的家长和记者以及为受害者鸣不平的群众纷纷冲过来，对着林赛福大声唾骂，喊着要枪毙了他，为死去的孩子们报仇。这一幕何其讽刺！而林赛福则趁着混乱，推开身前的警察，直接站在了楼顶的边缘。故事的最后，所有人都以为案子到这就结束了。李涵因故意杀人罪被逮捕，林赛福畏罪自杀，小童下落不明。可就在老戴准备结案的时候，喜欢偷拍的儿子却找到了他，并拿出了最后一段录像，内容依旧是偷拍的李涵一家，但故事却迎来了终极大反转。原来当年李涵被丈夫轰出家门时，小童趁着这个间隙偷偷拿起了旁边桌上的剪刀，等继父再次靠近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扎进了他的大动脉。李涵拿着砍刀回来的时候，丈夫已经倒在了血泊中，所以小童才是杀害丈夫的真凶。但李涵为了保护女儿，她把丈夫的尸体拖到天台，埋在了花圃里，然后在上面种上了金桔树，并警告小童今晚发生的事不能告诉任何人。就是从这天开始，小童才变成了哑巴，甚至为了掩人耳目，李涵还对外声称丈夫去广州打工了。为此她专门买了2部手机，每天出门后都会用其中一部打给另一部，然后当着邻居的面假装和丈夫通话。她在门口永远摆着一双男士皮鞋，家里永远挂着几件男士衣服，给同事们送金桔茶的时候还总会来上那么一句我老公种的。她演了整整5年的独角戏，演得连自己都快信了，可她心里的恐惧却一天比一天深。她害怕小童杀人的事情被别人发现，更害怕小童再受到伤害，所以她开始疯狂地控制小童，不让他和任何人接触，不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只要小童稍有反抗，她就会用暴力来让他听话。他以为这是爱，可他不知道，他的爱早已变成了一把枷锁，把小童牢牢锁在了黑暗里。小童恨他，恨他的懦弱，恨他的控制，恨他在自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选择了沉默。所以当慧君被校霸折磨致死后，他便选择了反抗，他要让这些人渣全部死光。可自己的力量根本不够，靠警察靠法律也根本不可能给慧君公道，所以他找到了林赛福。还记得之前慧君死的时候，小晴录像的手机不是被下掉了吗？他被小童捡到了，并且他还将手机放进了慧君的柜子里。他知道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在看到那段视频之后一定会不顾一切的复仇，而为了给他争取足够的时间，小童便故意激怒安琪他们，让他们霸凌自己，这样就可以把警方的注意力引到自己和李涵身上。而古堡杀人案那天，他就躲在树林里，看着林赛福杀死了那3个霸凌者。安琪死的那天，也是他告诉林赛福彩球是最好的藏尸地点，而他和林赛福的那场绑架戏更是整个计划中最精彩的一笔。他告诉林赛福自己家的花圃里埋着他继父的尸体，他让林赛福绑架自己，制造自己已经遇害的假象，然后再通过林赛福的嘴把警方的注意力引到花圃上。这样一来，李涵就会因为杀人罪被逮捕，而按照他的性格，小童知道他一定不会供出自己，这样一来就可以彻底摆脱李涵的控制，获得真正的自由。
听完整个计划，林赛福答应了。他知道自己杀了人，早晚都会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愿意帮这个和自己女儿一样可怜的女孩。只是千算万算，却没算到老戴的偷拍狂儿子早就把小童杀人的证据录了下来。但现在这个视频只有老戴看过，见你还苦苦哀求着自己，再想想小童可怜的过往，心里五味杂陈。身为警察，他应该去逮捕小童，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可他也知道，这个女孩所做的一切都是被这个沉默且肮脏的世界逼的，所以思考了很久，他一巴掌甩在了李涵脸上。我求求你放过他！人是你杀的，别再拉着我可以告你袭警的，你懂吗？操！你干嘛呢？按理说电影到这儿就结束了，小童从此过上了自由的生活，但他毕竟是国产的，懂得都懂，所以导演又在结尾加了个彩蛋，那就是小童最终选择了投案自首。这部电影的名字叫默杀，而看完之后才明白，真正的默杀从来都不是凶手手里的铁锤，也不是锋利的剪刀，而是所有人都闭上嘴的沉默。当霸凌发生的时候，旁观者选择了沉默；当家暴发生的时候，邻居选择了沉默；当罪恶发生的时候，当权者选择了沉默。每一次的沉默都是一把无形的刀，一点点割开受害者的喉咙。当我们选择转过身去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成了凶手的红谋。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从来都不是魔鬼，而是当魔鬼作恶的时候，所有人都选择了闭上眼睛。但愿我们每个人在面对不公的时候，都能勇敢地站出来，说一句我看到了。因为你的一次发声，可能就会拯救一条生命。因为沉默有时候并不是金，而是碎。